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变态的，精通电脑，好奇各种冷知识。电脑启动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这种破理由，也就我这种宅男，面对喜欢的女孩的时候，才编得出来。要不你跟嫂子说一声，中午那个相亲我就不过去了。你好，我叫林楚平，请会。无惧。我们除了工作，并没有什么交集。我只喜欢远远的、静静的看着他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消失了。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变了。我想知道他究竟怎么了。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伤害？你说什么？没事了。什么就没事了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看过一本书，叫《纯真博物馆》，书里面的男主人公会收集他心爱女人所触碰过的一切，香水瓶、胸针、发卡。他用这些东西开了一座博物馆，里面还收集了那女人抽过的4213颗烟头。你别害怕，这件事情我其实想了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你，我的表达确实有问题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跟你撒谎了。那部纪录片不是讲口腔清洁的，是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采集方法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
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伤害？对不起，我刚刚跟你撒谎了。那部纪录片不是讲口腔清洁的，是关于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采集方法。你在家呢？怎么回事儿？大白天的，窗帘也不拉开。你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可能最近没休息好，累着。那我给你倒杯牛奶去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早上吴俊问我你怎么没去上班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昨天你是不是跟他一起吃的饭？想不通啊，那么多人追你，你偏挑了他，犯得着为他这样吗？人家是不是真心喜欢你，还不一定呢。想吃啥？我给你做。喂，昨天点了一桌子的菜，结果我逃单了，今天补偿你。没事儿，本来也没想让你抢。昨天你说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？不会是你做的吧？你当时请了1周的年假，加上周末一共是9天。小青说你生病了，我当时想去看看你来着，但人都已经到楼下了，转了半天我还是没敢上去。不过正好看到你哥从外面回来，手里还拎着菜。看到我哥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指望我生病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？买菜做饭照顾病人，这一般都是退休的妈妈干的。哥哥的话，买点水果买点营养品倒是很合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推测你跟父母隐瞒了病情。我当时甚至怀疑你是不是生了什么重病。后来没过多久你就搬家了，说是跟小晴一起合租，说是原来的房子风水不好。我这次生病找人算了一下，我那个房子风水不太好，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合租啊？可是你平常是一个连星座都不太信的人，怎么突然信起风水来了？而且我觉得以你的性格，应该是不大愿意跟人合租的吧。反正我当时想了好多种可能性，我总还是觉得你请假跟搬家之间应该有什么联系。最重要的是，从那之后你变得安静了很多。后来你突然让我陪你去取车，可以陪我去趟4S店吗？取个车。行。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，认识那么久了，你从来没有让我陪你去做过什么事情。再加上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我每次到楼道里抽烟，出来的时候都刚好会看到你在隔壁的茶水间，所以你在我面前丢掉烟头，是故意的吗？
我当时也不确定，直到咱们吃完饭出来，你跟我说你想要抽烟可以抽的时候，我大概就知道你为什么找我吃饭了。你要是想抽烟就抽吧，你不是不喜欢闻烟味吗？没关系，我正好要进去用下洗手间。你故意在我面前把烟头丢在那儿，老远就能看清楚我有没有捡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当时看到你哥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也发现我了，所以他有理由怀疑我，才让你拿到我的烟头。那你故意告诉我你的鞋码，也是在试探我吗？是。你当时问我多大，我当然知道你指的是年龄，但我故意说成了鞋码。如果你有凶手的 DNA 信息的话，那可能也会有凶手的鞋印信息。听到我那么说，你应该不会无动于衷的。你的哥哥是医生嘛，想提取 DNA 对他来说很容易，但要想拿到凶手的鞋码，一定要通过警方。但我当时看你的反应，应该是还没有报警。不管在你身上发生什么，我对你的看法不会变的。这半年应该很不好过吧？谢谢。这件事情，除了我哥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我原本以为我要把这个秘密永远藏在心里了。对不起。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，我一觉起来，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，只觉得脑袋发晕，身体很疼，还有肿胀感。直到我发现我睡衣最上面那个扣子是系起来的，我从来都没有习惯系那个扣子。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有人进过我的房间。检验报告出来了，还需要我做什么？随时跟我说啊。突然发现把这些都说出来也挺好的，轻松了许多。人和人身上发生这种事，大概都会很难面对的。但我有一点想不通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？当我看到唯一的女警察离开，我就害怕了。哥，我们还
还是回家吧。报警的话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比起被人议论和怜悯，我宁愿把这件事情永远藏在心里，让它慢慢过去。但是我错了，不把那个人找出来，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。你想把那个人找出来吗？当然了，不然我捡你的烟头干什么呀？楚平，如果你想找到那个人，给自己一个公道，我可以试试。说的好像你就能把那个人找出来一样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去一趟青兰园吧。现在吗？对，太晚了吧？明天白天吧。好。好饿呀，想吃您做的饭。我也好几天没去菜市场买菜了。哎，大爷，我们刚才打过电话了，请进。哎，姐，你看，年轻真好，活力十足的。可是这种活力，我在恩怀身上没有看到。你好，安老师。哎，你好，张烨。哎，向毅。你好，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教室。好。恩怀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没有。那他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同学？比如说某个男同学？别说男同学了，女同学也一样。他平时不怎么说话，都是一个人。现在成绩好的同学都是这样，心思都放在了学习这里。而且恩怀他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，跟他们也玩不到一块儿。他家里情况你了解吗？只知道他父母离异，他跟他爸爸一块儿住。平时交流多吗？恩怀爸爸好像很忙，之前的家长会也没怎么参加过。上周日的家长会他倒是来了，但也是迟到了。
迟到？家长会开始以后他才到的，可能是工作太忙了，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吧。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班的教室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今天上午的考试，恩怀是第一个交卷的，还提前了10分钟。他说他身体不太舒服。完全没影响成绩啊？有一点点影响，就错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选择题，因为他平常的数学成绩基本上是满分。这么厉害，次次都是？确实难得。安老师，今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能方便问一下，为什么要问恩怀的事儿吗？现在不方便透露太多，我们也是在了解情况。恩怀，您就不要跟他说了。其他老师那边，尽量不要明说，因为透露太多案件信息会影响我们办案。好，我明白。回头有什么事情我会再来找您的。那我今天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也没有。对，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，开家长会那天，恩怀的爸爸有没有戴眼镜？那个，请问恩怀坐在哪个位置啊？好像没有。杨某他爸是吧？之前警察来过了，你们家孩子没来过。李主任，我就是想问问您，上周默默来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？你们家孩子哪天不反常啊？一上课就不老实。之前老师都跟我说了，要给他转班，那好多家长都投诉着呢。学习这事儿吧，得靠自觉，你不能光靠我们管，是不是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来都来了，我去看看默默还剩多少课时，我把剩下学费退给你们，你说呢？其实默默，你希望自己在学校里能够听讲，在家里能够听话。只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勉强，他控制不住自己。默默跟我说过，他在课上从没有听到过一句表扬的话。恩怀，有你在，默默比以前好多了。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，反倒是现在，早知道那天晚上我不去你们家吃饭就好了，那样的话，默默就不会丢了吧？恩怀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完全是两件事儿，如果这都能扯到一起，那这个世界就太复杂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复杂。希望警察上门这件事儿，老师能守得住口风吧。姐，你担心恩怀，是因为怕老师泄露案情，影响咱办案？哎，之前陆队是不是问过杨远周末去哪儿吗？问过。我看看。花鸟市场，实验中学。哦，姐，你的意思是来学校给恩怀开家长会的是杨远？没戴眼镜，家长会迟到，做事匆匆忙忙的，这哪像学生证？恩怀的班主任根本没见过学生证，所以把杨远当成是他的父亲。但是杨远没解释，这等同于是默认。那这些
跟咱们办案有什么关系？咱们查了许元正上午的行动轨迹，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啊！如果他有帮手的话，就不需要自己动手。这上午警察也来问过了，寻人启事我发到好几个家长群里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线索。谢谢赵老师。这小莫平时比较调皮，在班里跟他玩得好的孩子真的很少。哎呀，他都是在课间的时候一个人在那画画。有的时候我还看他自己左手跟右手打架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没收的杨墨的一个图画本。他这是上语文课的时候不专心，一直在那里画来画去。昨天他还特意跟我说过，说是给姐姐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其实我也想着，本来就打算是想今天还给他的，所以，哎呀，这孩子去哪儿了呢？这。来，恩怀，你吃这个腊肉特别好吃。恩怀姐姐，你在家里看动画片吗？不看。那你以后经常陪我看动画片。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清洁的叫天子突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哎，叫天子是什么？云雀。云雀是什么？云雀就是一种鸟。是我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麻烦您在上面的电话联系我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许文怀提前交卷这件事儿，之前从来都没发生过。他班主任也说了，就算他做完试卷，也会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。所以他每次才都是满分啊。许文怀话不多，经常独来独往，不喜欢跟班里的同学建立过多的情感联系。这一点你想到谁？严谨、寡言、许元正。你再想想，许文怀跟杨远一家在一起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？比较幸福、温暖。在杨远一家的心里，早就把恩怀当做自己的女儿了。熟人诱拐，恩怀连帮他带走杨墨的人都没有。但是许安正不一样，他社会关系复杂，所以我们调查重点还是得放在许安正身上。走。姐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回所里把许安正时间线再查一遍。如果没有许安正作案时间，就把他社会关系再查一遍。姐，
我怎么觉得我跟你的司机似的呢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会查很累的。你开车可以给我留下更多时间思考。说到底，不还是司机吗？熟人诱拐，如果这个方向是错的，那你还有别的方向吗？杨远之前坚信孩子没走出过单元楼，就跟我现在一定要查许愿证一样。杨远之前没有一个人相信他，我不一样，我这不还有个司机相信我吗？夏，打开。不是姐，车里太热了，我。不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杨叔叔，我刚刚看画本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上周五呼噜丢的那天晚上，我看到默默跟一个陌生男人在楼下谈话。陌生人？那天他跑出去了。那人长什么样啊？好像瘦瘦高高的，那天雾太大了，根本看不清。我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西服，好像是要去哪里上班的样子。他穿什么？黑色西服。文文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这个人是不是住在我们小区的？有人在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他们家没人啊，我去物业了解一下他们家情况。杨叔叔，杨叔叔，我们再敲门试试吧。这有摄像头，如果默默真去了他们家，监控室早就发现了。要是有看到，马上就好。谢谢。姐，之前咱们计算杨默丢失的时间是从7点41分到7点49分之间。假设许安正借用其他车辆从宁湾广场的后门离开，那他就不可能在工地上接通电话，还得有个帮手。许安正作案有帮手，这是理论上结果。孩子失踪9个小时，我们不能把重点放在理论上。先去分局催一下报告。行。是吧？好。一会儿一起吃吧啊。
你吃吧，我等报告呢。过会儿我吃碗泡面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张月知道没？您还不了解他呀？忙起来哪顾得上吃饭呀？不吃饭，还这么到处跑。哎呀，师傅，随谁呀？就你话多。您说您天天的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，跟个林黛玉似的。行了啊。喂。啊，我在分局旁边家属院呢。啊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师傅，那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快去吧。哎，您放那儿就行了，吃完啊。好。足迹鉴定已经出来了，目前只发现了许安正的脚印。咱们痕检之前，房间应该是被打扫过了。采集到的有效的成人指纹总共是155枚，一一对比，检验结果最快也要凌晨吧。根据许恩怀提供的信息，杨默是唯一一个可能进入302室的孩子。你是说，先观察孩子的指纹？这种排除法也不是万无一失的。我这边能做的是先找出跟大人指纹不重合的部分，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有，但具体的只能等报告。可是现在时间比进度更重要。如果杨默真的进入302室，那么我们的问题是，他是怎么离开单元楼的？有了，门把手上是大门的门把手？对，里面还是外面？里外都有。那就是说杨默真进入302了，这孩子现在跑哪儿去了？第二个也有了，次卧的门把手。次卧？次卧是许文怀的卧室，可那个时候他卧室是锁起来的呀。啊，第三处也有了，在主卧室的衣柜门上。啊，第四处也有了，在餐厅的北窗。看样子，应该是孩子左手抓握的痕迹。还有别的吗？现在能观察到的就这么多了。现场遗留的指纹肯定不止这些。勘验员会优先选择容易获取样本的表面进行采集，时间紧迫，这种尽量多的获取样本的做法也没错。金属表面的话，这么多门把手，只有大门跟次卧门把手有吗？这些地方我都复查过，像厨房的几个柜子、客厅、书房的抽屉拉手，这些地方都没有。啊，不过也是赶时间，我凭经验大致判断了一下，具体的得等指纹检测报告。辛苦你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清凉园。走入队。姐，我在想那4处指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大门把手没什么好说的，用钥匙开锁、开门、进屋、关门，他只要是进屋，就一定会在门把手上留下指纹。这窗户上的指纹是杨默站在窗户向下望的时候留下的，他知道他爸在楼下等他，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发现的危险。但另外2处指纹，我是真想不明白。恩怀房门的门把手和许安正的衣柜，他去这2个地方干什么？姐，我的想法是，他会不会在找什么东西？可他又在找什么呢？302咱也找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什么遗漏的线索吗？现在可以确认的是，杨默一定进入过302。这么看来，不一定是杨远看漏了，这孩子极有可能是趁杨远夫妇上楼寻找的空隙，趁机离开了单元楼。默默呢？没下来啊？上5楼去了。默默，默默。
警官有事吗？刚才是你看的猫眼吧？啊，我听到门外有动静，我就看看什么情况。我觉得刚才二位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就是不太现实。是这样，我早上扔尿不湿的时候啊，正好看到那对夫妻匆匆忙忙的上楼。我出于好奇啊，我就站在门口多看了一会儿，直到他们从楼上下来，我也没有看见那个孩子从对面屋里出来过。好奇不算犯法吧？应该是他爸爸看漏掉了。我要倒奶粉去。再有。姐，我还是觉得杨远没有看漏。根据陶峰的证词，孩子下楼的时间是7点41分。根据房屋找到的指纹，拿钥匙开锁、拉门、进屋关门。杨默知道他爸在楼下等他。杨默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发现的危险，所以窗框留下了他的指纹。之后再去开许文怀房间的门，又要进入302卧室。杨远知道孩子消失的时间是7点46分。7点46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不可能离开302。孩子消失的地方不是楼道。是许文怀家。2个 S。还有一个，你说不过来。剩俩啊，你不是剩一个吗？剩俩。剩俩。就你这个家呀，早晚让你这个败家的活活饿死。败家子儿，败家子儿。苗博，大伯，你电话为什么打不通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爸爸。房东来电话说你爸不在家。他人去哪儿了？啊？我爸去哪儿了？你走，上楼。你磨蹭什么？我爸走了。我爸去世了。前天。你干什么呢？开门呐！开门！平安，平安。这什么
么味儿啊？嗯？什么味儿？哎呀，这菜多长时间没到了啊？你看看。这不糟啊！哎呦我，这不……你爸呢？我爸。平安，大伯，我错了。我爸，他走了。你爸走了？跟谁走的？若梅把他接走了。若梅？大夫说是神经官能症。什么？神经官能症，就是我一上班就肚子疼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然后严重的时候头疼，所以我没有通过试用。这3个月都是靠你，靠我爸卡里的那些钱过日子。我不敢跟我爸说，我也不敢待在家。我就又去打牌了。你，我爸特失望，他就给若梅打电话，若梅也没说什么，就把他给接走了。你爸知道你又去赌了，要把他气走了。你呀，你我说你什么好你呀？电话拿了，给若梅打电话，把电话拿了。电话呢？拿来。电话。这电话怎么了？掉马桶了。元武啊，元武，你怎么就不争口气呢？你看看这个家都让你给赌没了，啊！你能不能长点记性？哎呀，元武啊，你也是当爸的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爸样？什么事儿啊，别靠别人，要靠自己。将来你身边的人都走了，你自己就得饿死啊！大伯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就好。元武啊，我再跟你说件事儿。今天呢，你大娘没来，你爸呢也没在家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爸的钱？我知道，大伯。哎呀，知道就好。大伯，学那卡里的钱，你能打给我吗？你还要赌吗？你混蛋！你小子，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你啊！以后啊，没人管你，混蛋！大伯，别叫我大伯，混蛋！
弟妹啊，不容易攒下这么大的家业，哼，让你的宝贝儿子全给败光了。要不是这样，我都不知道咱俩这辈子还能不能说上话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儿也别提了。你看咱这家姐弟仨，大姐走得早，现在就剩你这个哥了。跟我说句实话，我还能不能再信你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说，你就没把我当成哥啊？钱的事儿，房子都卖了，孩子的赌债也还了，还剩了点儿。我是想这些钱先搁在你那儿，万一哪天我也走了，好把这点钱交给袁某。视线光线重叠成了一片，消失的、出现的，真假难辨，欲望和现实交织成线，怎么去分辨或推演人性善变？偌大的人间像一场试炼，闪了两个面，而我们有两张脸，是笑颜，是欺骗，只在一沉默上的危险，蛛丝马迹的悬念，在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，真相后面是深渊，对错就在一瞬间，生死
只是一眨眼，却一遍一遍在重复着梦魇。空间、时间、视线、光线重叠成了一片，消失的、出现的，真假难辨，与我和现实交织成了线。究竟是痴恋、是贪恋，还是恩怨？脆弱的人心最怕被考验，在这人世间矛盾点和只万千，是救赎或是险，谁能挑选？再出现，再蔓延，藕断丝连，一切的答案